难道这么大个市场，一块有价值的原石都没有吗？找到了！小兄弟，想买什么？老板，这多少钱？确定买它？这价格可不便宜，100万！一块破石头跟我要100万？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这块石头折了我好几个兄弟，低于100万我不卖。林哥，我们走，这摆明就是坑咱们的。这个我要。林哥，我们没那么多钱啊，这里可有道上的人罩着，你定下了不买，是会被断手的。喂，沈姐，我想借钱。借多少？100万，到时还你200万。小帅哥，还挺有劲儿的。给姐姐按摩好了，这份工作姐姐就给你了。本来想来东莞赚大钱，娶个媳妇儿过日子，结果工作这么难找，只能应聘按摩技师。怎么，给姐姐按摩很不开心吗？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开心，开心。沈总，感谢你给我这份工作机会。我这是能透视了，还能看到物品的价值。怎么对我这包感兴趣？跟我去酒店，我送你一个。不是，沈姐，你这包有点问题。我这包能有什么问题？这可是花10万找人从海外带回来的。你这包是假的，价值最多100块。理由呢？正版的材质是高品质皮革，5金件，不易褪色生锈。你这个才买了1周，左下角就已经开裂了。还真开裂了！老赵敢骗我，就让他沉了吧。坏了，我不会惹到哪个道上的大嫂了吧？小帅哥，多谢你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在东莞有什么麻烦，或者不想努力了，随时打给我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如今我觉醒了透视，买彩票必定会中，那我岂不是很快就要发财了？哟，这不是我那个穷光蛋前男友吗？怎么追我追到这儿了？有病！小伙子，你这样挑来挑去根本没用，全凭运气。就你这穷酸样，这辈子都中不了大奖。哼，20万兑奖。什么？真的中了20万？他运气这么好，20万够我买多少化妆品啊？稍等，小兄弟，我这就把钱转给你。老板，我中的是20万，扣完税也不止10万，为什么只转了10万啊？小子，新来的吧？中了奖，当然要给帮会交份子钱，这是规矩。我又不加帮会，为什么扣我的钱啊？少废话！再不走，信不信剩下的钱你也保不住？林峰，劝你拿着钱赶紧走吧，你这乡下来的可惹不起道上的人。这小子这么快就遇上事儿了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我的地盘上随意扣别人的钱？是你，小帅哥，又见面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我给你留的电话了？沈老大给这个男的留电话，这男的到底什么来头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等着被扔进江里喂鱼吗？我错了，沈老大，我错了，我这就转啊，税我来出，我出。哎，过去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来投奔姐姐？我敢保证，以后没人敢惹你。好啊，你林峰，我说你怎么跟我断的那么决绝？原来是傍上富婆了。我们早就没关系了，别胡说。没有教养，我就帮你父母管管。
你敢动我，我可是东哥的人！放开我！放开啊！沈姐，那小妞吓晕过去了。丢远点儿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是。考虑的怎么样啊？要不要跟我去酒店？去酒店？我可是卖艺不卖身的。小弟弟想的还挺美，我只是先给你安排一个住处，方便以后随时联络你。有一笔交易需要你帮忙。原来是这样。不过我事先说好啊，我可不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。放心，姐姐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让你去做那些危险的事？后天有一批货，我需要你帮我鉴定真假，到时候会电话联系你。鉴定真假，恐怕是和名牌包包有关的东西了。不过我有透视鉴宝的能力，肯定万无一失。待会儿会有人带你去酒店，记得随时等我约哦。林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沈姐派我来接你去酒店的。我刚才在原石市场那边耽搁了，来迟了。原石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我可以去赌石？林哥，赌石那玩意儿可是一刀穷一刀富啊，有点本事的老手才敢去赌。我们这种普通人只有被宰的份儿。我这个月工资都玩没了。放心，跟着我，让你把输的钱都给赚回来。不过我现在只有20万本金。要是能凑个100多万，那就更好了。什么？林哥，你要凑100多万去赌石？好兄弟，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计划，要不要赞助我一点啊？我肯定让你连本带利都给赚回来。林哥，你对赌石很有研究吗？那是当然了，赌石不就是从一堆破石头里开出翡翠？我说的对吧？林哥，你不会一次都没玩过吧？哎，那些都不重要。你看你家老大不就很信任我吗？难道你不信你们老大的眼光？行吧，你不信就算了。到时候我去找沈姐姐。你来真的？有钱为什么不赚？想赚钱就得抓住机会，一旦错过，后悔都来不及。要不是家里母亲生病急需用钱，我也不会去赌石。万一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母亲的医疗费就有着落了。更何况沈姐都这么相信他。好，林哥，我就陪你赌一把。这张卡里是我所有的积蓄了。靓仔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林峰的真兄弟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今天这个决定。走。没想到入场费就要1万块，这帮混蛋也太黑了。没办法，林哥，这里不是沈姐的地盘，不交入场费我们就进不来。难道这么大个市场，一块有价值的原石都没有吗？要不拿这个？找到了！小兄弟，想买什么？老板，这多少钱啊？你确定买它？这价格可不便宜，100万。一块破石头跟我要100万？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这块石头折了我好几个兄弟，低于100万，我不卖。林哥，我们走，这摆明就是坑咱们的。这个我要了。林哥，我们没那么多钱啊，这里可有道上的人罩着，你定下了不买，是会被断手的。喂，沈姐，我想借钱。借多少？100万，到时还你200万。小子，我佩服你的勇气。现在只要给我钱，这块石头就归你。但要是耍我，你这双手就得留下。账户到账100万元。我现在就要。好，痛快！我就喜欢和你这种人做生意。林峰，你不会就是为了赌这块破石头找我借了100万吧？沈姐，你放心，这块石头啊，肯定能赚钱。那你真的有信心？放心，沈姐，到时候赚了钱，我还你双倍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能靠赌石赚钱，那我到时候好好奖励你。什么奖励啊？只要你想，哪怕是过分一点的要求也可以哦。好，那我等着。东哥这样实力，你喜欢哪块随便拿，这一片可都是我照的。哎，东
哥，我想要那块。走。铁鹰，这块原石怎么卖？东哥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石头已经让这位小兄弟买去了。林峰，你怎么在这？就你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乖乖把这石头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完整的滚出这里。就是，你就是洗脚城洗脚的，怎么可能对原石有研究？与其倾家荡产赌这一块石头，不如把这块石头让给东哥，毕竟这可是你的荣幸。没错，这破石头，我一看就是个废石。这石头可是折了我好几个弟兄。那是你废物。我们花100万买的，凭什么给你啊？这个废物哪来这么多钱？难不成他为了赌石去借高利贷了？铁鹰，一块废石，你诓了他100万，没想到你才是最黑心的那个啊！林峰，你怎么能借高利贷去赌石？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挽回我的心意，但就算这样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我买什么关你屁事啊！林峰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小心东哥让你走不出去。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啊，这么大的口气。沈燕，你也在这儿？这小子八成就是你包养的小白脸吧？东哥，你之前指定的原石兄弟们已经弄来了，那老家伙到最后都舍不得撒手呢。干得漂亮！正好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在这儿开石，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赌石。外围一圈绿，中间全是废石。你把那块石头当城堡是你的事，我懒得跟你浪费时间。林峰，我记住你了，等会儿你要开不出绿，就等着赔的哭吧。林峰，这块石头放着这么多年都没人买，它真的能赚吗？放心吧，绝对能赚，就怕待会儿他们眼馋，不让我们离开。好，我自有方法保你平安离开。我已经等不及看他们血本无归的样子了。出绿了，居然是帝王绿！这是帝王绿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石头怎么可能结出来翡翠？这不可能！竟然真的是帝王绿！是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东哥，快把咱们的石头给切了，连林峰都能大涨，你也一定能大涨的。你们去把车开到门口等着。是。放心，你东哥我还从来没看走眼过。不过他们那块帝王绿我也要了，等会儿我要亲手敲碎那小子全身的骨头。给我切！东哥快看，出绿了，出绿了！看到了吗？这才是老手的眼光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是废石？是你偷换了我的原石！东哥，我哪有这个胆子？石头都是当着你面切的。我不管，就是你切石的问题。下个月你的保护费翻倍，你要是敢跑，我就去你家堵你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林峰赌石的技艺真的比东哥高？我们交往这么久，我真的了解他吗？沈姐，这块石头的市场估价至少在800万，怎么样？没让你失望吗？林峰弟弟，姐姐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呢。要不这块帝王绿就卖给姐姐吧。好啊，到时候啊，把其中100万转给陈浩就行。林哥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我根本没借你那么多钱啊！我既然把你当兄弟，就不会让你吃亏。你母亲的手术费啊，这下够了。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啊！原本陈浩母亲需要做手术，我还准备了钱借给他，现在看来不用了。林哥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大哥。哎，都是兄弟，不用这样。没想到才见一面就让我的小弟这么对你死心塌地，照这样下去，我的位置以后是不是让你来做？沈姐，别捧杀我了，
之前说好了，只要你有本事赌赢，就满足你一个过分的要求，想好了吗？还没想过，以后再说吧。自从上次离开，姐姐可是一直很想念你的按摩技术，要不弟弟再帮姐姐按摩一下？你还真的？姓林呐，今天要么你将帝王绿留下，要么我打你一顿，你再把帝王绿留下，你自己选。我看谁敢！沈姐，我知道你很牛逼，但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在你的人到之前，这小子的手脚就已经保不住了。林哥，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现在想走，晚了，给我上！哎呀！哇，这我的透视眼也能鉴别出他们身上的弱点。你给我等着！林峰，你怎么又会剑包又会剑石，功夫还这么好，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。明天我要去宛城的古玩街，不知道你会不会鉴宝呢？是那种摆摊的古玩街。不错。透视眼能鉴别真假，如果我随便捡漏个古董，岂不是要发呀？行，那去看看。好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都是好东西，便宜卖了。我来用透视看看这里有没有好货。我果然能鉴别这些东西的真假。林峰，这里东西看起来挺不错的，有看上的吗？这两人一看就没什么经验，等会儿我可要狠狠宰他们一笔。这个看起来不错，多少钱？美女好眼光，这可是清代的和田玉，看你喜欢，亏点本，10万卖给你了。这是假的。哎，小兄弟，不懂剑道别乱说，你这一看就是个门外汉。那我不要了。哎，你要买就买这个吧。这个一看就是你舍不得买玉石，净挑破铜烂铁。这个50块。行，那就要这个了。喂，你这个月的保护费是不是该交了？哟，手里的货不错呀。什么？这难道不是仿制的5帝钱？哎呀，亏大了！哎，站住，小子，懂不懂规矩？在这儿赚钱了，要上交一部分茶水费的，懂不懂？就凭你也想向我收保护费？没想到你对古董居然有这么有研究，姐姐对你真是越来越好奇了呢。沈燕，你和这个小白脸什么关系？你们怎么那么亲密？我跟谁在一起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小子，沈燕是我看上的女人，赶紧滚，不然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？我看谁敢！林峰是我的客人，你们没有资格赶走他。几天不见，没想到沈燕的身材更好了，哼，得找个机会把她骗上床。哎呀，你请的鉴宝师我当然不会赶，可这小子一看就是个穷光蛋门外汉，既不是买手，又不是鉴宝师，闲杂人等，我把他赶出去，完全符合古玩街的规矩。赵经理，文哥，您找我。文强，你要是敢动他，宛城西边的生意就别想做了。文哥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把这个废物给我轰出去！文哥，这位先生作为沈燕女士的鉴宝师，刚才鉴定出了一串真的5帝钱，按照古玩界的规矩，我们不能赶他出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拒绝我？信不信老子找人把你弄死啊？滚！小子，你个小白脸懂什么古董？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，看看谁的鉴宝能力更厉害？只要我在沈燕面前击败这个小白脸，他就知道这小白脸是个废物，然后乖乖投入我的怀抱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赌？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好处？行，
那我就添个彩头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把宛城西边价值500万的生意送给你。好，我跟你比，如果我输了，我给你筹500万。好啊。林峰，文强手段脏得很，这比试肯定有问题。没关系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，我都能看出来。小子，话别说的这么满，小心到时候你下不来台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不肯兑现赌注，不把城西的生意卖给我，怎么办？哼，我还怕你拿不出500万呢。我可以请琼爷过来作证，你要是拿不出500万，就等着被剁手剁脚吧。没人敢在琼爷面前耍赖，如果他违背规则，以后在管城他将没有立足之地。既然有人白给我送钱，那我没有理由拒绝。哼，行啊，到时候你输了，除了500万，不把你这条舌头留下，别想离开。是谁要找我做公证人的？琼爷，是我。琼爷好。我的规矩你们都懂。谁敢耍赖，断手断脚。如果没问题，那就开始吧。好，我先来。文哥，请问您要什么？这个不错，清代青花瓷瓶，我要了。多少钱？文哥，我哪敢要您的钱呢？您随便拿，随便拿。不错，你比某些人有眼力劲儿。下个月的保护费你不用交了。哎，谢谢文哥，谢谢文哥。我也不是那贪小便宜的人，该给的钱我还是会给的。拿着吧。林峰，没事，不用担心。琼爷，真家伙。不错，是真的清代瓷器。沈燕，看到没？鉴定古董，我可比你那小白脸专业。没错，我们文哥才是最厉害的鉴宝师。文哥，您这瓷器卖不卖？我愿意花300万购买。行。到时候来我的夜总会提你强哥的名字，我给你安排新的员工服务。多谢文哥，多谢文哥。听见没？300万，你能找到这么贵的吗？赶紧投降吧，别找些破烂玩意儿污我们的眼。我都还没选呢，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比你这瓷器更贵的古董？小子，我就喜欢你自信的样子。不如我们再加点赌注，谁要是输了，就给对方下跪磕头，承认自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，怎么样？只要这小子跪在我面前，肯定会在沈燕面前抬不起头。行，我答应了。好啊，琼爷，请您再做个见证。你们放心，只要在这管城，我保证没人敢违约。那我要开始选了。这么多物件中，就没有一个是真的吗？龙泉窑就这么被摊主随意放在脚边？老板，那个卖多少钱？文强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不会不让他卖给我吧？呵呵，不就是一个破瓷罐，你要买就买，想要输啊，我成全你。这个你给我100块钱就行。给。
本以为这年轻人有些本事，能挑出什么宝贝出世，没想到就选了一个破瓶子。琼爷，这虽然破，但它也许是个古董。就是一个破瓶子，我刚才就看过了，就不可能是古董。这瓷器放进去居然变色了。这是龙泉窑啊，价值可达上千万呢！这怎么可能啊？这纹理，这色泽，这状态，这么好。琼爷，这龙泉窑市场价格大概在1000万左右，如果您拿出去卖，价格得再往上一个台阶。说得好，年轻人眼力就这么好，不知你是否愿意来为我工作？我保证，这是你在管城拿到的最高待遇。多谢琼爷的赏识，但我暂时还没这个打算。琼爷，这小子他不识抬举，您既然喜欢这瓶子，不如我把它抢来孝敬您。我还能向您保证，让这小子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在管城。文强，既然赌输了就要认，少动那些歪脑筋。这个花瓶这么久了，这么多人看都打了眼，只有林峰的眼力如此出众，你绝不能动他。林弟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呢，你瞒得我好苦啊，害人家那么担心你，你怎么不偿我啊？我们走。慢着，文强，赌输了就想一走了之，你是真没把我琼爷放在眼里啊！琼爷，这小子就是个小白脸儿，他能找到龙泉窑，完全是踩了狗屎运。真想让我把管西的生意给他吗？文强，你请我来做公证人，就应该知道违约是什么下场。琼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想违背您，可琼爷，管西的生意我给。合同我下午让人给他送过去。我宣布，这场赌约你赢了，小伙子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就谢过琼爷了。这一下就又赚了500万，也不知道城西是什么生意，这么赚钱。文强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输了的人要下跪说自己是中看不中用的废物吗？沈燕，你们别太过分啊！难道你们真想跟我撕破脸？愿赌服输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我是中看不中用的废物。怎么回事啊，文强？怎么跪下了？我还是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弄死你！文强，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。你若是因为这个赌约，今后找林峰的麻烦，那别怪我亲自出手，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是琼爷，我知道了，我绝不敢找林峰麻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龙泉窑价值上千万，我喜欢的很，我加价200万，不知愿不愿意割爱呀？既然琼爷喜欢，那就是这龙泉窑的福气。当然了，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有能力直进退的年轻人。以后在管城有什么事，欢迎随时来找我。哈哈哈哈！转过来了。1200万，
这古董赚钱还真是快呀。林峰，别光顾着高兴了，我们要去收文强赔给你的城西10几家店铺呢。10几间店铺而已，就能值500万？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那可是文强的心头肉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。东哥最近怎么回事啊？都不理我了。怎么在哪儿也能遇到他俩？老熟人啊，正好再刺激一下他。林峰，这么迫不及待就带姐姐来看你的产业了，这么乖，想不想让姐姐奖励奖励你呢？沈燕这个女人这么不要脸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。小丫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姐姐我还没发力呢，奖励你。你们住口！林峰，这不是你前女友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林峰，我们才刚刚分手没有多久，你这是无缝衔接。你还好意思指责我啊？还有，我做什么和你有关系吗？你该不会是看林峰赚钱了，后悔了吧？什么有钱？林峰他刚刚赚了1000万，还拿下了10几间商铺。怎么可能？他不过就是个洗脚工罢了。不信拉倒，弟弟，姐姐刚还没尽兴就被人打断了，不然我们继续。你的东哥呢？该不会是玩腻了，不要你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东哥只是最近管理帮派太忙了，没有时间罢了。跑慢点，别摔倒了。你的东哥那么忙，可没空来扶你。林峰、沈燕这对狗男女，气死我了！我一定找他们报仇。怎么了？谁让你发这么大火？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抛弃我的。要不是我在外面玩输光了钱，怎么可能还会回来找你？东哥，林峰和沈燕那2个臭家伙，两人联合起来欺负我，你得替我报仇。林峰算个什么东西？明天给你出气。林峰那个死小子又赢了文强几间铺子，我明天去他的铺子闹事儿，报赌石场之仇，顺带正好卖文强一个人情。太好了，东哥，我就知道，明天我一定要让那2个人跪地求饶。就这么2台破游戏机，一天就能卖5000块？原来这机子的中奖率可以后台自己调啊，调高了赔，调低了挣，难怪沈姐说这生意赚钱啊。陈小姐，你看，这可是上好的充电器，德国进口技术的，保证一下就能让你的手机电池充满电，长久耐用。这充电器质量这么好？这些货可不好弄，如果不是海外那些人偷渡过来，我也弄不来这么多。这充电器你打算卖多少钱？陈小姐是爽快人，我也不绕弯子。我这些货只要50万。50万？太多了，我能不能先垫过一部分？黑货有黑货的规矩，我们这些东西见不得光的，等不得。如果你想要，只能一次性付清。我刚从海外回来，接手帮派事务不久，如果能用这批货稳赚一笔，一定能向老爹证明我的能力，让他放心将铁拳帮交给我。这材质，这功能，好，50万，我现在转你卡上。好嘞，合作愉快，这些货都是你的了。只不过先说好，出了这个门就别再找我。这批货有问题，别买。这批货有问题，别买。你什么意思？
我们做生意呢，别来捣乱。这批充电器都是劣质产品，用不了1天就会报废，变成一堆垃圾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？电子生意，你一个外行人懂什么？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你要是真花了50万买下，可真就打水漂了。这个男人长得倒是不错，你说这个货有问题，有证据吗？这充电器虽然做得很精致，但里面已经生锈了。生锈了？就是这里。这个地方做得很隐蔽，一般人看不到。但是这根金属丝已经生锈了，意味着里面安全防护已经失效，是典型的劣质产品。闻到了吧？充电的时候会有一股异味。是我看走眼了，没想到你对电器这么了解。这小子怎么连这些都知道？坏了我的好事，混蛋！那这箱货是不是都有问题？既然你不想买，就别问那么多。这就是坑你的局，不管你买哪一箱，恐怕回去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顾客找上门。小子，我记住你了，我们四海帮不会放过你的。什么四海帮？根本没听说过。切！不错，帮姐姐省下50万，我递中你了。干什么？要不要来跟姐姐混啊？我刚回管城，正是需要你这种有本事的人来帮我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找了那么多间店铺，没想到你在最小的这家。你还敢来？是上次被我打得不够是吗？今天我带了上陈会和四海帮的兄弟，你死定了！林峰，你现在跪下道歉，再给这些兄弟们1人1万，或许我们会考虑原谅你。就凭你们？好小子，你爷爷我从南砍到北，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嚣张的人。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，管城这片地谁说了算。都给我上！我看谁敢！谁敢动他，就是和我陈洛离过不去，跟我铁拳帮过不去。铁拳帮？你是铁拳帮老大那位刚回国的女儿？喂，文强哥。大东子，你是不是去找林峰那小子麻烦了？文强哥，这您都知道了？我这不是想着给您出口恶气吗？出气，赶紧给我滚！万一让琼爷知道，你有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怎么不敢上了？我还准备亲手把你们都打跪下呢。你别嚣张！我今天就算得罪文哥和铁拳帮，也要废了你！姓东的，你别乱来！都给我上！谁要是废了他的双臂，我下个月的保护费统统给他！好大的胆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谁敢动他？琼爷。琼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当是谁这么不长眼，敢在我的地盘闹事儿？东子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啊！我担保的人你都敢动？他是您担保的人，但他就是个捏脚臭技师。混账东西！你在质疑我的眼光？不敢，琼爷，是我不懂事，您老息怒。怎么还不滚？琼爷，
林峰他就是个洗脚工，你为什么要担保他？他能给你带来什么？就在几天前，林峰凭借自己的本事，已经赚到了上千万资产。你们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，还敢小瞧他？什么？1000万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沈爷说的都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离了我以后，怎么什么都变好了？我现在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们要是再敢来闹事，别怪我下次找上门了。滚！跟我走。林峰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很快就会在管城大放光彩。这种事情早些解决，对你也是有好处的。琼爷过奖了。哎，我先走了。你就继续得意下去吧，我一定再找机会收拾你。谁让你擅作主张动手的？你既然要动手，怎么还能让林峰站起来？强哥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都是他身边那个女人拖延了时间。林峰，今天充电器的事，多亏有你。没什么。那是陈洛离，怎么太看上林峰了？就是他，他说他是铁拳帮的。哦，哼。林峰，你的女人缘还真不错啊！几天没见，身边又换新的姘头了。关你屁事！看样子你身边的女人不少啊。别听他胡说。也对，你这么有能力，受欢迎也很正常。不过，你觉得我和你的那个她谁更漂亮呢？陈小姐，这小子就是个打工的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我做事还需要你来教？用不着你担心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弥补你那500万的亏损吧。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到铁拳帮找我，我来帮你处理。没事，别挡道。站住！林峰，你得意什么呀？你不过是运气好，靠古董赚了点钱而已。你真以为自己能说上话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之前是个打工仔，这辈子都是这种命。哼！这是哪来的上等人，在这里叫嚣啊？哎呦，琼爷，原来您也在这儿啊！早知道您在这儿，我就让手下人准备些好茶送来了。混账东西！我在里面听了半天了，你竟然还想找林峰麻烦，是不是时间太长了？你在管城已经不认识我这个老人了。哎呦，兄爷，他不过就是赢了我一场赌约而已，您何必维护这么一个土鳖呀？哼！老夫纵横管城商海30年，从来没见过林峰这种能人。他我保下了，你敢有怨言？不敢不敢，兄爷，那我先走了，不打扰您的雅兴了。慢着，林峰是我保下的人，你手下的人来店里闹事，说走就想走，给林峰道歉。这个该死的老东西！好，林兄弟，是我做错了。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，但再有下次，我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。怎么，你心里不服？哎呦，不敢不敢，琼爷您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找林峰的麻烦。好。林峰这穷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？怎么能让琼爷那么看重？今天的事，你们谁也不许说出去。这份羞辱，我早晚要让他们偿还。你真的能让林峰吃到苦头吗？文哥，他最近脑子出了点问题，您别介意。林峰，这下次我就要你的命！现在城西的生意
你都接手了，那什么时候能给姐姐再按摩一次呢？姐姐可是很想念你的按摩手法呢。只要沈姐你想要呢，弟弟我随时奉陪。真的？还有几家夜总会，我们可以去那里慢慢来。沈姐，我好歹是个男人啊，你再这样勾引我，我会把持不住的。那就来啊，到时候我可以让你做全身按摩。还想去夜总会？今天晚上我就让你们两个做一对亡命鸳鸯。文强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敢动手？你就不怕惹到琼爷吗？只要你们两个永远闭上嘴，谁知道我今天晚上干了什么？上！你先走。不行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你，我要是走了，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。这是我和他的恩怨，相信我。谁也走不了。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将会永远闭上嘴。上！上！林峰，你撑住，我马上就喊人过来。喊人做梦！之前老子给你面子你不要，今天就由不得你了。文强，你给我住手！叫吧，老子早就想这么做了。今晚你会后悔向着林峰那小子的。哎呀啊！哎呀！怎么可能？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？没事吧？我已经将那两个打手解决了。林峰，还好有你在，差点就让那个混蛋得逞了。不知死活！林峰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能对我下手啊！我背后的帮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！如果你消失了，琼爷那边我会交代你。林峰，你不能对我下手啊！我对琼爷还有用，他会给我报仇的。文强，说点，用手腕关节。等，林峰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。报给琼爷吧，我相信琼爷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别，不能打电话。林峰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想要什么都行，资产、帮派。闭嘴！林峰，不能给琼爷说，我不想断手断脚。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，只要你放过我。我这里有1000万，求你放过我啊！沈姐，看一下这张卡是真是假？是真的，卡里有1000万。还真是不少啊！上次赌费输给我500万，这次又给我1000万，看来你这几年保护费没少收啊！每年我都给你上交一份。算了吧，你这种钱我拿着心里不踏实，还是要你命更有意思。林峰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没有我，马上就会乱起来，你信不信？那正好，我将这些东西一网打尽。白日做梦！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，你以为仅凭你一人就能做到吗？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如果你想收拾他手下那些帮会，我会全力支持你。现在大部分行业都被瓜分完了，想站稳脚跟并不容易。不过从小卖铺里，我看见了酒水的商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准备投资酒水行业。这么多酒厂，总该有一家是可以和沈姐的夜总会合作的厂家吧？假酒，价值10元。果然，这酒的真假和价值都可以用透视眼看到。接下来得赶快找到那种藏在巷子里的高品质酒。普通白酒价值20元，五粮白酒价值500元。
这瓶酒居然价值500元，标价值50元，只卖给神级的夜总会，标价500元，那岂不是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进账？沈燕，明年陪我去管北看一家酒厂。去酒厂干什么？难道是想将姐姐灌醉了？是去给你的夜总会敬酒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哟，这不是顾姨的前男友吗？废物穷光蛋一个，居然还有脸出门！哟，小妹妹，这么说话可是很容易吃亏的。我说错了吗？我闺蜜顾姨跟他谈过恋爱的。你看林峰的穷酸样，离开我们顾姨过得很辛苦吧？林峰他再怎么辛苦，过得也比你好。你说什么？顾姨之前可是把林峰给踹了的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我们是来买酒的，你身为一个销售，就这么对待顾客的？林峰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只接待大老板大客户，零售我们可是不起卖的。你口袋里有多少钢镚，我可是清楚得很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来谈合作的。我们这里最少100箱起售，像你们这种人是随随便便买得起的吗？你就不怕我们买得起，打了你的脸？我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我要收购你们的酒厂。另外，你也别想在这里继续工作了。什么？你真的要收购我们酒厂？差点就被你骗了，你可真能装啊！顾姨之前可是告诉过我的，你卡里绝对超不过200块钱。有没有人？我要买酒。这位靓仔，你要买酒吗？拿去验资，我要收购你们酒厂。哎，你真的有1000万？我的天，1000万啊！您是要收购我们酒厂吗？可以去我办公室谈啊。不用谈，只要你同意，这1000万都是你的。1000万买我这小酒厂，从未见过您这么阔绰的客户。您稍等，我和四海帮的领头交代一下。好，你就报我林峰的名字，他应该不会为难你。好。林峰，不对，林哥哥，我刚才多有冒犯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我这就带您去参观我们酒厂。林先生是我珍贵的客户，你还凑什么热闹？你刚才不是还嘲讽林峰吗？变脸可真快啊！什么？你居然敢得罪林先生？刚才我打电话，四海帮领头都无条件同意转让，这种大人物你也敢惹？你老子进水啦！你这个月工资全部扣除，给我滚蛋！厂长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求求你了！一边去！林先生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准备转让合同。林先生，您在这里签字就行了。顾姨，林峰那家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今天林峰来酒厂，直接出了1000万收购我们酒厂，而且他都没谈价，1000万直接给厂长了，太离谱了吧？1000万，他最近可赚了不止1000万啊！什么？他最近赚了1000万？他原来这么厉害吗？等等，你刚刚说
林芳花了1000万收购了酒厂。没错，而且四海帮还同意了。你们那个酒厂都快倒闭了，他买下干什么？难不成他是想做酒水生意？那不是作死吗？是啊，林峰这不白白丢了1000万，他一定会后悔死的。经理，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做什么？我要去找林峰谈酒水合作的事啊。什么？你要去和林峰谈合作？他们那个厂就快倒闭了，他们的酒顾客肯定不喜欢啊。你懂什么？刚刚我可是打听到，沈姐一口气进了500箱，定价500一瓶，1天没到就销售一空啊！我得赶紧和林峰谈谈，求他应该会给我几10箱吧。500一瓶，不到1天的时间就卖了500箱。林峰，他这是又发了呀？怎么可能？这小酒厂的酒怎么会卖得这么快？顾姨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林峰，你现在这么厉害，我真怕你跟别人跑了。沈姐，我这第一时间想的不就是你吗？弟弟真懂事。现在我的地盘到了，这么晚了，你想不想跟姐姐继续按摩呀？弟弟，今晚的奖励，你想从哪儿开始按摩呢？沈姐，你这什么工具都没有，我怎么帮你按？弟弟，难道真的只是想给姐姐按摩吗？林峰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，我把夜总会都交给你打理。沈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从没想过只安居一方。难道连姐姐都留不住你吗？什么事？沈姐，那批海外货他们统一卖给我们了，约你明天见面。什么海外货？我刚收到消息，刚来了一批外国手机，如果我能拿下，至少能赚300万。又是海外运来的货，上次的万能充电器就有问题，这回沈姐不会也被人骗吧？我听说文强也对这批手机很感兴趣，到时候他可能也会来参加竞价。既然文强也想要，那我也去看看。如果真是好东西，我肯定不会让他拿走。好，明天谈判就在咱们夜总会。林峰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沈姐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你小子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林峰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怎么在哪儿都能碰到你？怎么忘了上次怎么向我下跪求饶？我承认你很能打，但是你不能真的对我下手。是你，上次就是你破坏了我万能充电器的生意。我带的人多，赶紧求饶吧你。谁给谁求饶还不一定呢。李总，你们四海帮是想跟我作对吗？沈姐，我说的是他，并没有针对您啊。林峰是我的人，你再敢威胁他一句试试。这不是铁拳帮头领的女儿吗？她怎么也来了？洛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洛离也是你叫的？让开。林峰，好久不见了。狗男女，居然敢当街给我难堪！我早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
这批货该怎么买，我都听你的。我没听错吧？陈姐不是对谁都冰冷相待的，怎么对这小子这么温柔啊？没错，看来这小子不简单。林峰，他是谁啊？我也是来接驾手机的，坐这里很正常吧？你们看见了吗？沈姐和陈姐都主动坐到那男的身边啊！我还是第一次见陈姐笑得这么开心，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该死的林峰，凭什么你可以左拥右抱？哼，兄爷。琼爷，琼爷，琼爷，这批货我知道你们都想吃下，但管城就这么大，能赚多少就看你们的眼力了。前面几个箱子里面装的是各种不同质量的手机，只要你们选定了箱子，必须付款带走。至于赔赚，那就你们自己负责了。手机价值10元，山寨手机价值100元，净水手机价值0元，海外手机价值1000元。我选好了，我选最后面那箱。林峰，这是手机，不是古董，你真当自己什么都会看？你怎么知道我看不出来？我们强哥请来的专家还没有看完呢，你一个普通人就敢断定自己看得对？张工，看你的了，选对了，我让你当店长。谢谢强哥。强哥，最好的是第一个手提箱。没错，我也觉得第一个手提箱里的手机质量最好。不愧是强哥，这次他要赚大钱了。林峰，你不是说第4个是最好的吗？可我这运了一辈子洋货的老师傅，看的却是第1个。那好，既然你选了第1个，打开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文强，既然你选择了第1个手机，那就不能换喽。林峰，你得意什么？这只不过是第1个手机，有损坏是正常的。没错，一定是这小子想让你放弃，最后自己选这一箱。好，那你继续选。这是好的，我就知道我没有选错。真是这样的吗？你要是命大的话，可以继续拿着。林峰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连手机都能鉴定？他只是看了一眼，就真的能辨别出好坏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。文强，这下你知道林峰有多厉害了吧？看来不用再选了。没想到林小友，你还对这些有所研究，在管城，没人比你更全能了。我这有4个从洋人手中收购的古董，林小友能不能帮我长长眼？哎，琼爷，客气了。这4个古董竟然全都是假的。不行，
不能再让这小子出风头。刚才我丢掉的面子，一定要全部找回来。兄爷，兄爷，我已经看出来您这些古董哪个更好了。哦，兄爷您别忘了，我之前好歹也是古玩界的一把手，看手机不行，但是看这些古董我还是在行的。我看不出哪个是好的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也有看不出来的时候啊，你还是多练几年吧。文总，林峰这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每样东西都很专业？古董方面肯定是强哥更厉害。我相信林峰的选择，我不信之前那些都是运气。文强，既然你说能看出来哪个更好，那到底哪个是更好的呢？好啊，那你就竖起耳朵听好了，老子也不是白混这么长时间。这第二个花瓶就是这些古董里边最好的珍品，无论是它的纹理还是胎质，甚至连釉花都保存得完好无缺。它肯定是价值上百万的珍品。真不愧是强哥，评论的有理有据，根本不是林峰这毛头小子可比的。没错，那4个古董看着都是精品，而强哥一眼就识别，简直就是大师级别的水准啊！古玩街毕竟是我造的，我有这种实力，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吗？文强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别到时候又说你自己状态不好。林峰，明明是你自己亲口承认，说自己认不出来，现在还在这里嘲讽我。文强，我是说了看不出来哪个最好，那是因为这4个古董全部都是假的。兄爷，他这是在质疑你啊！林小友，你愿意为你刚才说的话负责吗？相信我，兄爷，我愿意为我刚才说的话负责。好。兄爷，林峰他只是一时糊涂，请您饶过他吧。林峰，以后我会想念那个完整的你的。兄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林峰说的没错，这4件古董都是假的。不可能啊！居然全部都说对了，他居然看古董这么厉害！兄爷，你这样吓人，可是会吓出人命的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对我私设的陷阱。我有让你分辨吗？是你自己主动跳出来，非要鉴别的。哈哈，林小友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再帮我看几件小物件？你放心，鉴定费我不会错你30万，如何？兄爷，兄爷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一定不会出错了。我都行。好，那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在这20多件小古董中，给我挑出真的。可以的，兄爷，只不过这次我能不能上手观察？可以。这一次我能近距离观察，林峰，我要彻底把你踩在我的脚下。仿品价值20元，仿品价值50元。系统提示：乾隆一配价值100万。林峰，这可是最后一场，我会拿出我的看家本领。桌子上的珍品，我一件不会留给你。文强，你可是连输2场，这最后一场还是林峰给你的机会。
你脸皮这么厚，是怎么管理帮派的？那是因为之前我只能远距离去观察，现在我可以上手了。林峰他根本就没有赢我的可能。好，这次我还是远距离观察，你可以上手。他难道要在这么远的地方鉴定古董？我就是要将文强彻底打服。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再往后退几步。林峰，你真的是疯了！既然你自己把脸伸过来让我打，我就成全你这个愿望。这么多物品中，只有那个玉佩才是真品。真的假的？他站在那么远的地方，居然比强哥看的还快啊！这也太假了，肯定是哗众取宠。林峰，我承认你之前确实震惊到我，但现在这种情况，你敢说自己能鉴别出来？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怎么可能？选中的居然是真的！强哥，你赶紧看看其他古董。那小子说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没错，我还有机会，他一定是瞎蒙的。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没错，这些古董都是假的，除了那个玉佩是真的。真是这样？那林峰的眼力简直是太恐怖了。我们以后跟着林峰混吧，他以后肯定能站稳脚跟。不可能，作弊！林峰，你一定是提前知道了答案，在我之前抢着说出来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林峰他一个毛头小子，怎么可能真这么厉害？兄爷，你这话的意思是说，我帮着林峰在作弊？你是在质疑我在管城这么多年的声誉吗？就是，熊爷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帮着林峰作弊。我看就是文强输不起，故意在这儿胡搅蛮缠。林小友的鉴宝能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除了之前答应给你的30万鉴宝费，我再给你加20万。多谢琼爷。此外，文强掌管的古玩街由林峰管理。不能啊，琼爷，没了古玩街，我这些兄弟怎么养啊？那是你的事。你既然想当出头鸟，那就应该做好断腿的准备。林峰，恭喜你，终于拥有自己的地盘了。等等，林峰，我知道你一直在意着你的前女友，我可以帮你解决她身边的情夫。你要答应吗？林峰，你到底有几个前女友？她和我已经再无关系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难道你就不想让她在你面前跪地求饶吗？林峰才没有你那么小气，你现在的样子，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张公，你不是跟我保证说这些老物件你了如指掌，连林峰这臭小子都斗不过。强哥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张公，你让我在这儿失了这么多面子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李先生，求你救救我，我愿意誓死追随你。我现在不需要小弟，你还是找你的强哥去吧。林哥，文强他就是个奸诈小人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求你收留我吧。敢这么说话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我知道文强的秘密，只要您收下我，我就全部告诉你。张公，之前背叛我，现在还想着坑林峰是吗？好兄弟，咱们去外面好好聊聊。恭喜你，林峰，这批手机现在是你的了。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。这都没什么。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铁拳帮，
之前的待遇不变，而且还可以跟我平起平坐。平起平坐，那可是仅次于琼爷的势力啊！陈姐是铁拳帮的继承人，那不就是说明林峰得到了铁拳帮支持？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我现在已经有打算了。真的不来吗？我们铁拳帮可以帮你省去很多麻烦，而且会给你不少资源。陈姐，你就别劝我了，我已经想好要在这儿打出一番天地了。好吧，如果你之后想加入帮派，一定要先考虑我。行，该办的事我已经办完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林峰，那你想好要做什么了吗？我准备开一家古玩店，到时候直接把我那些店铺改造了就行。文强之前在古玩街的根基很深，你要做好应对他手下来捣乱的准备。正好，我早就想把文强那群帮会连根拔起。我相信你有实力，但如果你开古玩店的话，需要姐姐派人去帮你驻守吗？那你的夜总会怎么办？放心，姐姐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如果之后要谈合作的话，你可以向我提任何要求。你要的准可证我已经找人办下来了，到时候再招几个靠谱的店员就能够开业了。多谢沈姐，要不是你，这些证件没这么快。我这么辛苦，你就光嘴上感谢我？还没谢完呢。林先生，您之前订的那批翡翠原石已经到货了，现在就在店里。这么快？我有透视鉴宝的能力，做翡翠原石生意肯定是来钱最快的。走，去看看。怎么每次都有人来坏我好事啊？林老板，您来了。我要的货都在了吗？这批货刚到，我一块都没卖，专门给您留着呢。林峰，你让他准备了多少货？100万？是一直收。一直收？可是这些石头里有些是废石啊。风浪越大雨越贵，我每个都挑选，挑出我满意的。到时候只要我一看哪片爆率最高，还不是一目了然？林老板，您这边请。这些原石您随便挑，您拿吧。这块，这个，还有这块，这些都不要，其他的全给我包起来。好嘞。我看谁敢卖！你是谁？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画事人。我强哥呢？文强已经赌输了，现在古玩街归林峰管，这是琼爷亲自见证的。我不管什么琼爷豹爷，我只知道你小子赶走了我强哥，今天我就要替我强哥讨个说法。你这么护着他，文强知道吗？我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不需要让他知道。林老板，您要的原石都包好了。什么？这么多？你当这是大白菜呀？你这么买？我选的原石，我有自信。我不信，你这几袋子石头里能有几块真货？啊？你敢不敢当场切开让我看看？林峰，你确定这一袋子里都是翡翠，没有废石吗？既然你也这么好奇，那我就现场切开给你们看看。老板，就在这切吧。好，林先生。这么多原石，根本不可能做到每块都出绿。出绿了，真的出绿了，而且还是上等的擎羊绿。算你运气好。如果接下来继续出绿，你就认我当大哥，怎么样？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
你还是开了再说吧，我就不信你赌石技术这么厉害。又出绿了，这几块都出绿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居然真这么厉害！愿赌服输，不知道之前的赌约还算数吗？愿赌服输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。既然你成为了我林峰的小弟，那以后出了事就找我。林哥，这我不能收。我一开始是想找你麻烦来着。给你就拿着，除非你不把我当兄弟。林峰这个混蛋开了这么多古玩店，这是要断我后路啊！大哥，怎么愁眉苦脸的呀？弟，你怎么回来了啊？哎，好。我听说最近来了个很厉害的年轻人，几次三番跟你过不去，我来会会他。不行啊，这小子能文能武，我前2天带了2个最能打的过去，都被他秒了。找他的麻烦不容易呀。既然正面打不过，我们就设计陷害他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好，这招太妙了啊！这上过学的脑子就是好使啊！林峰，你卖给我的白酒销售额已经破5000万了。我这儿的翡翠原石销售也达1个亿了。这些都是你的功劳，要不是你找到这些东西，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赚这么多。当初那个小男生的成长速度，可真让姐姐惊讶呢。你说我们好好庆祝一下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林峰，我听说你开了很多古玩店。如果你打过来只是为了和我聊天，那就不用再打了。林峰，我好心关心你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气死我了！我好心提醒你小心文强，你却挂我电话，那就等着被坑吧你！挂这么快，万一有什么急事呢？不会有什么事，我和他不想再有瓜葛。林峰，赔钱！不好了，林哥，有人来我们店铺闹事儿，说我们收卖假货，琼爷都被惊动了。走，出去看看。还有没有人管了？我花了300万买的翡翠，买的时候说是真的，现在全是假的。他们背地里卖假货。店铺里的翡翠都是我用鉴宝能力一块块挑出来的，绝不可能出现假翡翠。这么看来，是有人想设计陷害我。你说你的这个假翡翠是从林峰店里买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手机上的转账记录和发票都在，我看你们还想怎么抵赖？让开！林峰，我还以为你多大本事呢，原来这几个月你挣这1个亿都是靠卖假货呀！啊，你这心可真够黑的。我们已经为这位兄弟请了琼爷做见证，卖假货等着被清算吧。我大哥会接手你在管西管北的生意，把它发扬光大的。文强带了这么多人，看来这事儿就是他们一手策划的。你是文强请的人吗？只要我调取监控，就能查出来是不是你们的人进了我的店。别血口喷人，我们从来不污蔑人。不信你就去查监控。监控我已经看过了，他就是在你这里购买的假翡翠。林峰，虽然我也不相信你卖假货，但是现在人证物证俱在。如果你卖假翡翠赚了1个亿，恐怕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
林峰，我就知道你手脚不干净。做出这种事儿，你就擦干净脖子等死吧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那不是铁拳帮吗？他们怎么也来了？看来他们是想保这个年轻人。琼爷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不能留着这种卖假货的人呐！罗离，我知道你想保住林峰，但现在人赃俱获，我不可能让你带走他。琼爷说的没错，我们不需要这种人。像林峰这种鉴宝奇才，还是要靠卖假货赚钱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人证物证俱在，林峰就是触碰了底线，今天他必须死。琼爷，如果你这次要信我的话，就派人找他的口袋。你别胡说啊！我口袋里有什么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好，琼爷，这事儿都不关我的事儿，都是他俩逼我的呀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敢胡说，小心我把你丢去喂狗！琼爷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！是他们文家两兄弟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诬陷这小哥呀！你血口喷人！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设计陷害林峰，想借我的手除掉对方，今后管城再没有文家。哎呦，琼爷，不能啊，这不能啊！林峰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让琼爷清楚我们文家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！你们当初想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我放过你一马。现在你们整个文家都要为你的行为买单。恭喜你，林峰，找出了幕后之人。他们利用琼爷，下场一定不会好过。都给我带走！琼爷，求求你，求！出大事了，龙哥！文强、文胜都被琼爷带走了。他们干什么了？怎么会招惹到这个老东西？是他们设计陷害没成功，被人家抓住证据了。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早就说了让他们低调点，低调点，又给我惹麻烦。龙哥，琼爷他要对整个文家动手了。文家对我们还有用，不能让他们现在就被清扫了。哎，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让文家两兄弟被琼爷清算了？龙哥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是一个叫林峰的年轻人，他靠着鉴定古董获得了琼爷的赏识。古董鉴定？那我就去会会他。龙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哎，不用着急嘛，只不过就是个会看几件破烂的毛头小子，先不提什么风浪。等会儿我亲自去会会他，让他签一份谅解书，我看他也不敢不签。可是龙哥，我听说那小子现在有琼爷罩着，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就放。琼爷，我就不信琼爷能24小时守在他身边，在我的地盘，不想签也得签。还是龙哥想的周到，一个小小的古玩店，哪敢跟龙哥较着干？你去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我要去会会他。你再去找一趟铁拳帮的人，让他们也给那小子施加点压力。铁拳帮是那个不亚于琼爷的势力，他们会帮我们？他欠我个人情，到时候双管齐下。就算是琼爷想护着他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跟他单独解决。我要让这个叫林峰的小子后悔踏实。
你好，请问想看点什么？把你们老板叫过来。请问你找我们老板有什么事吗？怎么还让我说第二次？你没资格跟我说话，让林峰滚出来！是谁来我店铺里闹事啊？这是我们龙哥，你要是还想混下去，最好放尊重些。你就是林峰？是我。为什么在我店里打人？我打不就打了？今天你要是不配合，我连你一起打。小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文家是我们龙哥罩的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认错。没想到文强身后还有人，这是故意来找我的麻烦啊！哼，就凭你们，你一个新人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给琼爷打个电话，就说不追究文家的责任，我呢，就放过你这家小店。打给琼爷，现在就打！想让我放过文强，做梦！你竟然敢摔我手机，小心我带人把你的店给砸了！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文强现在怎么样了？琼爷已经按规矩收了文家1半以上的产业。那我们的产业呢？林哥，我们的产业现在已经完全遍布了管西和管北。听到了吗，小虫？我就是不放过他们，你又能怎样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哟，这不是蒋海龙吗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来我错过了一场好戏啊！现在我要和你好好算算，在我店里动手打人的事。跟我算账？就是个泥腿子，老子打了也就打了。对了，我告诉你，铁拳帮跟我的关系非常交好，其实力一点都不弱于琼爷。龙哥，铁拳帮的人来了。哎呀，陈哥，总算是把您给盼过来了。你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不管什么麻烦，老哥都帮你摆平。陈老大，有您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多了啊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那边那个小子不肯放过我兄弟。原来就是个毛头小子，现在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放肆了。放心，我还要他下跪给你磕头。感谢您。李峰，你不是认识铁拳帮吗？我只认识陈洛离，至于其他人想来找事，我奉陪到底。听说你不愿放过我兄弟的朋友，那是他们罪有应得。小子，我希望你一会儿嘴还这么硬，到时候你的这些产业，我想怎么瓜分就怎么瓜分。我们当着我的面还敢打我店里的人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站着走出去了。我今天就是要打你林峰的脸，敢拒绝我，我告诉你，以后这个店里有一个算一个啊，都别想出去。今天这么热闹啊，林峰，好久不见啊！我女儿洛离怎么和这小子认识？有人来我店里闹事，我先处理一下。小子还在嘴硬，等会儿我就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下跪。小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龙哥身边的这位是铁拳帮的陈老大，实力和琼爷不相上下。陈哥，这毛小子就交给您了。哎，洛离啊，这位就是你说的那个朋友。您怎么还不动手啊？都等着呢。这两个美女，您要是下不去手，那我们就来，这我在行呀。就是呀，陈老大，对敌人可不能心慈手软。哦，陈老大要对我下手吗？果然是林峰身边的女人，怎么跟他一个德行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没错，别以为有几个小店就能说上话了。
那对我动手吧。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，小美女？你拦在林峰身前，陈老大就会被你吓到了。林峰，我保了，我说的，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小美女，我看你有几分姿色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但你面前的这位二把手心狠手辣，我告诉你，他可不会手下留情。陈哥，您怎么还不动手？都等得急死了。这小娃娃您要是喜欢，要不这样，我帮您给抱走，送您家去，怎么样？龙哥，你没事吧？如果你要是不想要我这个女儿，我现在就离开。哎，我错了，洛离，都是爹不好，你千万别生气呀。她是你女儿？你就是陈老大那个刚留学回来的女儿？林峰是我的朋友，谁欺负他，就是欺负我陈洛离。哎呦，陈哥，您看啊，我真不是有意冒犯您女儿的。我要知道这个千金是您的女儿，我绝对不敢轻易冒犯的。看来你之前仗势欺人的事没少做。我错了，您原谅我。你该道歉的人是林峰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原谅我。你既然当着我的面打人，今天我就不可能让你走出店门。林峰，没完了，真不怕我和你鱼死网破吗？哎呀，我的腿啊！我说了，我今天不可能让你站着走出去的。林峰，我错了。林峰，你原谅我吧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你想拿多少拿多少。向我兄弟道歉。对不起了，兄弟，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，你原谅我。林哥原谅你，我就原谅你。滚！好。多谢了。没事啊，没有我你也一样能解决，不是吗？有了你的帮助，以后就没人能打扰我的生意了。洛离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要投资林峰的产业。好，我愿意给林小友投资3000万。这还差不多。林峰啊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管城的天现在有你掌着，我放心。今后我这些小弟就都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琼爷，有我在，没问题。近日，原林峰古玩店正式更名林氏集团，并成功上市。在创始人林峰先生的卓越带领下，集团总市值已突破100亿大关，并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向海外市场扩张。据悉，林峰先生的个人身价已达到了惊人的300亿。琼爷，林董，公司好不容易上市，我刚订了全城最大的酒店，我们给你准备了惊喜哦。这次你想怎么样都可以。琼爷，我让小弟护送你离开。好。走吧。让我过去，放开我！我是你们老板的女朋友。是谁在外面胡言乱语？林哥，刚才是一个疯女人在胡闹，我们马上就将她赶走。
去吧。自从林哥你出名后，这种小攀关系的疯女人真是越来越多了。你就别开玩笑了。话说，你不是马上要接手铁拳帮了吗？还待在我这儿行吗？我爹才管不了我呢，除非他在外面有别的私生子。万一真的有人抢你的位置怎么办？那我就来给林哥做贴身秘书，帮你一起管理公司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真希望陈哥有个私生子。那以后我白天管理铁拳帮，晚上就来当你的贴身秘书，跟你一起管理公司，怎么样？停停停！你们这么说话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之后沈姐和我一起吧，我们晚上一起帮林峰解决麻烦，你说好不好呀，林峰？好了，别闹了，我们都去酒店吧，预约的时间快到了。你们放开我！我真是你们老板的女人，我叫顾怡。顾怡，原来是她。你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？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，直接赶走就行。我怎么听说他最近一直在到处找你？外面不知道情况的人还以为她是你女朋友，反倒说你是那个玩弄感情的混蛋。林峰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找了你很久，你就让我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？放他进来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是你们老板女朋友，你敢这样对我，小心我让你们老板开除你。我和你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林峰，林峰，我们好久没见了吧？如果你没有事的话，我就要请你离开了。林峰，你对我真的没有一点感情了吗？我们好歹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情侣啊。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对我根本没有感情，你只是看到我现在有钱了，后悔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林峰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说了很多重话，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一直是爱你的。我怀念我们以前在西角城的日子。林峰，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当初是你选择了离开林峰，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一起陷害他？如果你真的爱他，那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呢？我阻止了。我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给林峰打过电话，我说文强要害他，是林峰他没有听我说完，他就把我电话给挂了。你当时想看我的笑话吧？根本没有觉得我有能力处理，对吧？沈姐，这是我特地为你们求来的香囊，我每天都带在身上，就希望有一天能送给你。普通香囊里面被塞入了有毒物质。沈姐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也请你收下，好不好？林峰，这我真心实意为你们求的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你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。趁我还没发火之前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林峰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香囊里头含有毒物质，一旦戴时间长了，会扰乱神经，破坏你的免疫力。什么？这么严重？没想到你心肠这么歹毒，我刚才差一点就接受了你的毒囊。这怎么可能？林峰，没有你这样信口开河污蔑我的，我每天都带在身上，你凭什么这样说？长时间携带毒囊，身体马上就要发生病变。他真的一直带着这些香囊？你这些香囊是哪里求来的？我是在有名的寺庙求的。如果他真的有毒，那寺庙早就被拆了。那间寺庙我也去过，确实没问题。顾怡，你现在已经深入骨髓了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林峰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你也不能诅咒我呀。你还会看病吗？我只是看出这毒囊在他身边待得太久了。林峰，你竟然还诅咒我！
血，他咳血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被你动了手脚？哟，被你发现了。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明明我跟你已经待了很久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你是不是想送给林峰那混蛋？我告诉你，顾一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永远别想和林峰那小子和好。东哥，你混蛋！林峰，他真的没救了吗？顾一，你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林峰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明明你比东哥好那么多倍，明明你才是那个对我呵护备至的人，我却没有选择你。林峰，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沈姐，对不起。我明白。这个东哥居然因为嫉妒你，就在香囊里下毒，还好你发现了。这个事我会找他算账的。我支持你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妥当了，东哥。只要您一发号施令，我们的人就立马动手。干得漂亮，不枉我准备了这么久。林峰，你再有钱又怎么样？这次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话事人。东哥，这已经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兄弟了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不急，我准备的万无一失。林峰的店铺也有我的内应。现在给我放药，我要让林峰的酒厂彻底完蛋。开始放药。林峰，要是有人在你的酒厂喝了你的酒出事儿，还是你的员工，我看你该怎么收场。大家好好干，林哥说了，年底我们每人发个大红包。好，好呀。不错啊，这样下去，质量不但不会降低，产量还会上去。林哥真是舍得筹资啊！这杯怎么感觉味道有点奇怪？不好了，有人晕倒了！这是酒精中毒！酒精中毒？难道我们厂开始酿造假酒了？有这可能啊！黑心老板想多挣钱呢。酒厂还我们一个公道啊！你们的酒让员工中毒了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厂有没有造假酒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那为什么这位兄弟酒精中毒了呀？我会去调查，你们先回去工作。等调查清楚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厂长，您要是不说清楚，大家还怎么敢工作呀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无关人员，不得随意进入我们厂。保安，厂长，别急啊，我这也是为了你们酒厂好。你这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大家真的还有心思工作吗？没错，我们要公道，你不能对我们的安全不管不顾啊！对，我们要公道，公道，公道，我们要公道，我们要公道，公道，我们要公道。东哥说了，下午那批酒也要毒酒。放心，我全程都在现场，绝对是毒酒万无一失。
林峰，你就等着被人找上门，闹得破产吧。没想到你挺有风趣，吃完饭还带我们来夜总会，是想着要把我们灌醉吗？那我可要看看林哥的酒量了，是不是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厉害？你们啊，我本来只是想看看这个月的销量如何，没想到你们想挑战我千杯不醉的称号了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认输的。去，把今天下午刚倒的酒拿过来，顺便你和外面的人说，听见什么都不要进来。是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这一杯你先给我们打个样了。那我先自罚一杯。毒酒喝后会使人酒精中毒，严重可能会变成植物人。林峰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杯酒是毒酒。这是毒酒。一瓶毒酒喝后会使人酒精中毒。这些都是毒酒。有人在我们的酒水里下毒。这些酒是你亲自拿进来的吗？沈姐，这些酒都是我刚从厂库里搬的，绝对没有人碰过呀。你还拿了仓库里存放的其他白酒吗？有，林哥，您稍等。这也是今天刚到的，我们放在这儿准备送给客户呢。毒酒不能喝，喝后会酒精中毒。这杯也是毒酒。看来有人故意针对我们。林哥，沈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毒酒啊！这酒卖出去多少了？这新酒是今天下午刚进的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卖。还好没卖出去多少。你去通知下去，只要是今天下午的酒全部收回，不管卖没卖出去，全都给我收回来。是。你们今天这些酒都是从我仓库里拿的吗？是啊，林哥，这些我们绝对不会调换货源。看来酒厂里出事了。要不要我带人跟你一块去酒厂？不用，沈姐的人就够了。你的人看好其他店铺。好。不好了，林哥，有人在我们的酒厂中毒了。你们酒厂售卖假酒，喝死老子兄弟，老子现在要你们赔偿。给我们赔偿，给我们把工资结了。没错，你的假酒害人，我们不干了。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大家千万不要冲动啊！老子兄弟现在就躺在地上，你还给我狡辩？再不给我拿钱，你的这些破机器我给你砸了！我要看看是谁要砸我的酒。林峰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呢。一坛牛仔裤价值20元。高浓度毒粉使用后会使人酒精中毒。找到了，原来是你啊！几个月前被教训后，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。沈燕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让你的夜总会和这个小酒厂彻底破产。哦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能力让我破产啊？我兄弟在你这儿打工，就是喝了你们的酒水，现在酒精中毒了。这个都是有全程录像的，就是喝了你们酒厂生产的劣质假酒。林峰，我今天把话撂到这儿，不赔我兄弟1000万，我就天天来闹，看你的酒厂还怎么开下去。要钱
没有。到底是谁做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劝你主动坦白一切。林峰，你现在没有证据，就敢诬陷我？你们往我的酒里下的是高浓缩的毒粉，在这个工厂里，一定有你安插进来的人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居然连工厂里有内奸都猜中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现在没有证据，就是在诬陷好人。没错，林峰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黑心的一个人，自己做错了事儿还不敢承认。可我还以为你是最好的老板，现在看来呀，你挣的全部都是黑心钱。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们才是在污蔑别人。沈燕，你跟林峰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说的话当然向着他。兄弟们，他们要是不赔钱，咱们就把这儿的机器统统都给砸了。慢着，敢闹一个试试。林峰，他们可都是你员工啊，这你也要下狠手？证据就在这儿，这就是害了你们的真正凶手。说，到底是谁让你在酒里下毒的？我没有。等，我说，只要你能说出是谁让你下的毒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的。我说，我让你下地狱！哎呦！冥顽不灵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林峰，是我错怪你了。那既然现在凶手已经找到了，我就离开了。慢着！你真以为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吗？你知道又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动你啊？我知道你有这个实力，可你就不好奇，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敢挑衅你？你还能有什么后手？你的帮会早就解散了，不是吗？这些年我花了那么多的钱，雇佣那么多人，就是留着今天对付你的。好，我等着，永远都不会是你说了算。林峰，你真把自己当一号人物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古董店现在已经乱作一团了，你就算现在回去也没用了。带走，去古玩铺。来不及了，林峰，你的古董店马上就要完蛋了。这些订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出现过的交易还是会出现在这些账单上？你知不知道这些5项订单让公司白白送出去了1个亿的古董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现在就去将这些古董要回来。回来！你现在去，谁会乖乖给你？这个电脑你是哪里买的？询问过怎么回事了吗？陈姐，这台电脑是海外来的黑货。公司记录账单的电脑居然是黑货！陈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想为公司省一笔钱呢。我看你是省到自己口袋里了。林峰，公司亏了1个亿。我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现在回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采纳黑货，是有未知的安全隐患。李全，把这些订单的发票拿给我看看。好。古董发票全部由一人购买。我知道是谁了。沈姐，你现在去广西的游戏厅看一下，说不定会有惊喜。好。现在去游戏厅？你是打算自暴自弃了吗？不如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个头，我还赏你仨瓜俩枣。
你是不是只派了一个人来我店里下订单？他怎么又知道了？难道这家伙会读心术不成？就是他在背后坑害我们公司是吧？把他给我带走，我保证他什么秘密都会说出来。你不能动我，动我你这些古董就真的回不来了。不用了，待会儿不用他说，店里的损失也会回来。说什么梦话？你要是能自己找回这上亿的损失，我就立马跪下喊你爷爷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装的还真像，我是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的。林哥，这都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东哥逼我的呀。李总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给这个混蛋下跪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东哥威胁我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都和你说的一样，这个家伙在拿到那么多古董之后，居然真的去游戏厅放松了。我让你把那些古董分散给不同的地头蛇，你的竟然自己独吞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林哥饶了我吧！古董有缺失吗？没少，1个多亿全都拿回来了。把他俩拉开，带下去，别把店里的东西弄砸了。你把我的计划全都毁了！拜拜，我应该再见不到你了。林峰，林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这下东莞应该会安静很多了。那帅弟弟，我们继续在夜总会的话题吧。我们准备的惊喜，你到底喜欢谁的？肯定是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明明是我先认识林峰的。谁先认识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更喜欢谁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看林峰更喜欢谁才对。林峰，你给我站住！现在办公室可就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。弟弟，你不打算对我做些什么吗？沈姐，门口那些人可以让他们出去了。林弟弟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这都让你发现了。你们都离开吧。好的，沈姐。那现在呢？我可是一点防备都没有了。蕾丝内衣价值1万元，黑丝丝袜价值1000元。你刚才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身体感觉有点麻麻的呢？反应这么大，难道我看到的红点是人身上的穴位？不过这种感觉倒还挺舒服的。林峰，难道你会医术吗？我刚刚只是好奇试试，没想到会有这种效果。最近我的肩膀有些酸疼，你能不能像刚刚那样帮我按摩一下？沈姐，你坐我这儿，我好帮你按摩。好啊，你想在哪儿都行。沈姐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弟弟，你继续。沈姐，你这肩膀上的穴位还挺多，我手都按麻了。弟弟，你还说你不会医术，姐姐现在浑身发软，都站不起来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只按了你的肩膀。可是现在
我在你的办公室里，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会怎么想呢？好，那现在先别回去，我还想试试其他地方的按摩效果。你当我是你的小白鼠啊？治疗结束，病人沈燕授予生命时间1个月。沈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啊，我感觉很好啊。刚刚被你那么按摩了一下，现在我感觉浑身轻松。沈姐，你好像得了什么病，恐怕不过1个月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去医院还来得及吗？我先看看。病人剩下1个月时间，可用蓝灵草消除病症。啊，用蓝灵草可以治你的病。可是林峰，蓝灵草早就已经灭绝了，没有人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了。我认识，只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都认识。立刻给我去收购草药，不管多少，只要是市面上认不出的奇花异草，都送到我办公室里，快！香枯草功效清肝明目，金飞草功效化痰止咳利水消肿，雷公藤功效祛风除湿。都不是，这些都不是。过来，再给我拿一批药草。是，峰哥。林峰，别找了，你已经好久没有合眼了。剩下的时间有你陪着我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还有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。其他城市我也可以找。林峰，能够遇见你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在林峰身边，永远都是沈燕排第1位。他生病这些日子，林峰甚至都没空理我。哼，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！你现在别开玩笑，我现在正在找草药救人呢。对了，你们有见过什么奇怪的草药吗？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草药的事情。我发现了一种很神奇的草药，这种草药居然有很强的祛疤功能。我们合作的话，一定能大赚一笔。什么草药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带过来了。蓝灵草具有各种神奇的功效。你这种草药还有多少？在我们体球猫的地盘上还有大片呢。沈姐，是蓝灵草，有救了。可是蓝灵草这种东西不是已经灭绝了吗？这草药可以治疗沈燕的病。洛离，你把这些药先给我吧，我现在为沈姐治病。不，我不给。你说什么？陈小姐，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就不给。我拿着草药是为了救人。如果你怕我抢你生意，我可以立下字据，我保证不碰这种草药的买卖。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独占它，绝不能就这么拱手让出去。不行，这株草药还没成熟，药效不够，我回去给你换一株成熟的。蓝灵草体成熟，食用会有神奇的疗效。陈洛离，如果你现在对我有什么不满，可以直接说出来。我现在需要草药救人。铁鹰，把这箱子拿走，千万别让他拿到。哎，我不会让你拿到草药的。陈洛离，你为什么？你给我让开！不，我不让。我接受铁拳猫这些天，每天都有锻炼，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。你要再敢拦着我，我就真对你动手了。你放弃吧，你就算拿到箱子，没有密码，你也打不开。强行破坏箱子，只会损坏里面的草药。洛离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，你是不是被谁胁迫了？有我在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会帮你解决麻烦。没有人胁迫我。
就说我不想救你。陈洛离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别说那些废话，你现在恨我也没用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快拦下那个拿手提箱的人！好的，冯哥。林峰，你喊人算什么？你自己把手提箱密码说出来，你别逼我动手。不，我不说。说不说？我不说。说不说？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啊，林峰。林哥，人带来了。别让我说第3遍。密码是你生日。林哥，箱子打开了。洛离，如果你真的对沈姐见死不救的话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你。对不起，沈姐。没事，这不怪你。如果是我也不会放弃我爱的人。如果你敢对沈姐不好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一定要对沈姐好。谁欺负谁啊？我们走。喂，祝你们幸福。